我看清楚，这儿就是寒冰地狱，老子就是阎王爷！起来！走开！走开！还有没有子弹了？啊！没有了。这怎么看啊？啊！就剩一颗了。狼要开始撞门了，用不了多久门就能撞开。我们2个人早死晚死，无非如此。帮我打开。这就是你的宝贝啊！我的宝贝吃完了。姓苏的那个小妞儿，上次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快死了。她留了2箱这个宝贝，让我活着等你。那个不就是个大会酸活菩萨？苏子轩。是你的话，我就用这玩意儿给自己脑门一枪，被狼咬死，很疼的。看方位，应该在马场方向。云儿，别着急，风大雪急，找个当地人带路过去。眼下看的不都是路吗？驾！云儿，驾！
四爷，兄弟，我们日夜兼程啊，老天爷可怜见啊！你平安无事，那就太好了。诸位，其实我是个流放犯，是从宁古塔逃出来的。救我的恩人被王天贵抓了，是他威胁我，逼我替他做生意。他之所以那么想进老八家，其目的，是为了要探听闯王宝藏，所以才有了上次晋阳山庄之行。这可是没想到。现在你们都知道了，我是个连身份都没有的人，我何德何能做你们的总柜呢？河东八家，我久有耳闻。一见之下，大为心折，能与你们相识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。
其余的，我真的不敢奢望。你们商议你们的吧，我先行告退了。不就是一个流犯吗？当年明太祖还做过乞丐呢。英雄不由门出身。不是，你们要商议的自然是机密，我留下来的话对你们也是风险，还是算了吧。古兄弟，古兄弟，你能把这些事告诉我们，就足以证明你的赤诚。我们要是再不能跟你共机密，河东老八家岂非成了小人？咱们不管什么王天贵不王天贵，你的为人，你出的主意，我十分佩服。我接纳你，我愿意跟你共机密。我也是。最近几个月，咱们票号可是大发利市啊，小子，不，总贵。王天贵放了你，老头子我亲自驾车接你去我那儿。那么多废话不够你说的。文才兄意下如何？总归。那如此，古兄是老八家的人了。你去哪儿啊？这是我从山东巡抚那里买来的军用地图。哎，王爷的兵现在已经到了这儿，山东与河南交界之处，曹州。你是想借刀杀人啊？王爷的马队可是所向披靡，战功卓著，那些没有刀枪的义军又如何应付？他们本来都是些可怜人，如果不是被没收了土地，居无定所，谁会低落着脑袋去吃造反的饭啊？如今让他们面对百战之师，别到时候借不着刀，反伤了性命。咱们不是给过义军钱吗？而且不止一次啊！这把刀锋利不锋利？钱是磨刀石。华总归听不明白，我们行商送货，跟所有地面上的人都打交道，义军首领也跟我们交好。钱是磨刀石，这话不错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这次让河北的商铺在草原上弄了2000匹马，走运河，送到山东，用马队把整个山东的义军联合起来，团团围剿。哎，我不懂兵法啊，我只告诉他们一句：别让那个王爷活着出来。王爷，王爷，没事吧，王爷？王爷，护卫部队都到哪儿了？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？都哑巴了？废话！王爷，林三那小子他反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是我一手带大的。刚才冲阵，我们眼看就要赢了，可是林三带着他的骑兵部队冲进来，一时间我们竟不知道谁是谁，所以就让叛军他们得了势。他只能叛我！王爷，叛军的火器和骑兵比我们更深，林三背后定是有人支援。我等先护送王爷撤走吧。
我们已经买通了王爷的亲兵大将林三儿。哎，这家伙欠了300万赌债，我们替他还了。他答应，他一定临阵反水。到那个时候，外有强敌，内有叛军，王爷这场仗没有打就输了。回来！都回来！都回来，别跑！胆小鬼！把这都绑好了，绑好了，这绑结实了，绑结实了。哎呀，这都绑好了，绑结实喽，绑好了，绑好了。少爷，这外边风硬，您快上车吧。那这个怎么办呀？这砸碎了，带回去便是。当时把它立在这儿的时候，许诺要把它立上个几百年。现在这还没几个月就要砸碎带回去了。少爷，这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啊？为什么不砸呀？啊？等我上车呢。这不是怕您触景生情吗？我触的什么情？生的什么情？我砸，砸碎了我好走得安心。就吹了。嘿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砸碎了，砸碎了带走！快，快！对，把绳子接住。哎，对，少爷调整一下，把这个拿下来。吴兄啊，你现在是古大掌柜的，山西票号的第1红人，羡慕啊！我只是个唱戏的，当不得真。现在除了这身衣裳，连个身份都没有。你就是缺个身份，可我除了身份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次大家各为其主，你莫怨我。我不怨你，怨你我就不来了。其实我盼着你赢我爹，他跟官儿走得太近了，老拿权势欺人，不是正道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嗯。可是我也很矛盾，我就想好好做个商人，好好的经商。可是有我爹这种人在，我就觉得我赢不了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可是究竟哪一条路是对的？你问我也是问到于盲了。我哪算什么真正的商人？你还不算商人，那老八家那些老狐狸能白白捧你做总柜？有话不说，可就不仗义了啊！行啊，还记得上次我与你说的道心吗？天下百工百业，士农工商，不乏佼佼者，更有人可以扬名于万世，不为读书人。就好像影视有陶谦，木匠有鲁班，咱们做生意的有白圭范蠡。他们能做出那么大的成就，应该就是孔夫子说的“近乎于道”。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道理，一条道路，还是可以囊括天下万事万物的一个宝藏？我常常夜不能眠，在想这其中的秘密。
想不到古大掌柜的还是个求道之人啊！流放犯古平原，读书人古平原，还是现在的古老板，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又或者都是真，或者都是假？你就别给我打哑谜了。既然学至经商了，我就在想，商之意图，大道何在？古人说大道至简，那就应该是最基本的道理。最基本的，无非是信和义两点。人至诚则至信，至仁则至义。所以经商之人要把诚信和忠义当作生命去捍卫。这话说着有些迂腐了，但一旦做到极处，就好像今日这样，老八家凭借其信誉，白条入账，头寸调度越发灵活，而天南海北的银子，因其守信，因其便利，被源源不断地存了进来。这就是信义可行于世的证据。这世间有些道理看似简单，但若不去实践，就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妙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但你这点头巾气儿还是在的。你让我说的，莫要笑话我。我打算打道回府了，等我再来山西，一定再来看你。我四海飘零，还不知道下一站会飘到哪儿呢。这样，等什么时候大赦天下了，我恢复自由身，我过去找你。你还要走？既然是唱戏啊，总有唱完的那一天。我暂留在这里，还有我要救的人。走了。这，顾兄。不过一定会有人记得，咱们大闹平遥城，城门当、上门当、佛门当，让这平遥所有的票号、银号一概低头，真是痛快。一定会有人记得的。这。各位，让我们为了古兄弟，为了我们的总柜，为了老八家能够得到如此人物，满饮。满意，满意，满意，满意。请，动筷。总柜怎么看起来有心事？啊，我在想，这王爷声名赫赫，就这样就被弄死了？你呀，还是不太了解钱这个东西的威力。顾兄弟，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？所谓的闯王宝藏，都藏于山中腹地之处，处处都是高墙壁垒，机关严密，除了老八家，无人能进。有人说，闯王宝藏是闯王仓皇逃亡的时候，丢在山谷里，被八家人捡到的，后来就发了大财。这纯粹是胡说。天底下要有这等好事儿，那八家人自己都得打个死去活来。五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自当如此。闯王这种身经百战、雄才伟略的人，是剩下18骑人马都能杀出重围的。这样的大英雄，怎么会连军饷、银子都管理不好？是因为他当时啊，已经知道了，恐怕天命已经不属于他，不甘心江山被别人占了，因此他命底下8位部将接管了军中这几10年来积攒的财富。这里面有从崇祯皇帝那儿拿来的，也有从贪官污吏手里罚没的，但这些是大顺朝的立国之本，也是未来恢复我汉人江山的凭据。八家受命于此，就以经商身份掩护，因此这笔财富
依然在老八家手里，这份责任也背在肩上。我们祖祖辈辈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，将来还得等下去，对吧？这就是老八家。此殿便是存放闯王宝藏的其中一处。这些佛像、罗汉，皆是以纯金打造。大清朝200多年，知道这个秘密的，除了老八家首领之外，就只有你。闯王宝藏，原来不是鬼神之说。这些东西这么沉，他们行军怎么带啊？兄弟，这些话谁也回答不了你。我看你身边的人，也不过就30、40岁。这些东西，是200多年前的事了，5代人了。当年顾廷林老先生和傅兴主先生，曾经立下一个规矩，让老八家每年把生意利润的1成融化了，铸成金银器物，存放于此。聚沙成塔。你可以说这是闯王的宝藏，也可以说它是黄河以西所有商人的精华。真到了国家危亡要有钱的时候，定要把这里散得干干净净。这是老祖宗旧时的一颗心，今天让你看到它，就是告诉你，经商之大道，乃济世而利民。天下财富本无主，以天下众生为主。古平原，谨受教。我把常四给抓了，逼你给我干活，你恨不恨我呀？谈不上恨，无奈而已。不是无奈，你是无路可走啊。也是。小子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啊，你抬头看看，看看这些账本儿。你小子呀，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读书人，你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生意人。太玉峰10来年票号积攒的资金，都不如你入主几个月挣得多呀！你本事大呀！哎，你现在还做了老八家的总柜，你说说，我怎么赏你好呢？我身无长物，钱对我来说是累赘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这个钱呐，没钱的人，他才说钱不好呢。钱无善无恶，有了钱，什么事儿都能干成，何来不好呢？有钱人买马车，是希望赶路更快一些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根本无路可走。快慢于我而言，又有何用？